话说这甄家的二小姐玉娆，头一回进宫就被那位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给盯上了。皇上那眼神，恨不得当场就把她纳入后宫，当成纯元的替身。可谁成想，这姑娘扭头就跟皇上的亲弟弟那位闲散的慎贝勒好上了。您各位想过没有，这到底是机缘巧合的自由恋爱，还是甄嬛为了保全家族，故意给妹妹找的政治避风港？在这场皇权与亲情的肉搏战里，玉娆的一个眼神，又是怎么让皇上乖乖认栽的？咱们今天就来揭开这场豪门联姻背后的惊天博弈。话说这大清朝的紫禁城，在那红墙金瓦之下，每到冬日里头，最是透着一股子冷峻的贵气。您各位咂摸，那雪花一片片落在青石板路上，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被那穿着厚底靴子的公公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地界儿面上瞧着是太平盛世、钟鸣鼎食，可内里那人心的褶皱里，藏着的尽是刀光剑影。咱们书接上回，单说那钮祜禄甄嬛，如今可是贵为熹贵妃，在这宫里头那是说一不二的实权派。可就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甄嬛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是思妹心切，实则是平地起惊雷的决定。她把远在宁古塔吃过苦、受过罪的嫡亲妹妹甄玉娆给接进宫里来了。您得知道，这宫里头的地皮每一寸都踩着算计。这一日，北风刮得正紧，永寿宫里头的地笼烧得旺旺的，那炭火在盆里偶尔噼啪一声，惊得旁边伺候的小宫女心头一颤。咱们的主角甄玉娆就在这一片氤氲的茶香和沉香里，施施然地走进了这名利场的暴风眼。您各位且看这玉娆的打扮，不是那种扎眼的红，也不是那种寒酸的素，一身石青色的斗篷，里头衬着浅碧色的旗装，脖领围着一圈雪白的狐狸毛，把那张小脸衬得如瓷器般精致，又透着一股子常年在外历练出来的坚韧。这哪是寻常人家的落难小姐啊？这分明是一把还没出鞘，但已经隐隐透着寒气的绝世宝剑。咱们说句实在话，这玉娆进宫第一场硬仗，不是跟那些拈酸吃醋的妃嫔打，而是跟那位坐在龙椅上的皇上，咱们的万岁爷，打一场关于替身与本我的心理攻坚战。皇上那天原本是例行公事般的溜达到永寿宫，可一抬眼瞧见正跟甄嬛在那儿逗闷子的玉娆，您各位猜怎么着？那皇上当场就愣在那儿了，手里的茶杯盖磕在杯沿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当啷。这一声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皇上那眼神啊，您细细品，那不是长辈看晚辈的慈爱，也不是君王看臣民的审视，而是一种混杂了惊艳、怀念、贪婪，甚至还有点志在必得的火辣。为什么呢？因为这玉娆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她跟甄嬛有5分像，那是血脉相连，可她跟那位已经故去多年，成了皇上心里头朱砂痣的纯元皇后，竟然有7、8分像。而且最关键的是，她身上那种青春、倔强，甚至带点野性的劲儿，简直就是纯元皇后年轻时的翻版。您各位咂摸，这在职场里像什么？这就好比公司里的大老板一直对当年的初恋合伙人念念不忘，结果突然有一天，公司里招进来一个实习生，长得跟那位合伙人一模一样，连说话的神态、走路的姿势都透着那股子旧梦重温的味道。您说，这实习生往后的日子是平步青云呢，还是万劫不复？这时候咱们得看看甄嬛的反应。甄嬛是什么人？那是从血海里爬出来的职场天花板。她一看皇上那眼神，心里头立马就跟明镜似的，咯噔一下。您说甄嬛当初接妹妹进宫，真的一点私心没有吗？咱们大胆揣测，这其实是甄嬛在为甄家布置第2道保险柜。她知道自己虽然现在得宠，但军心似息，
谁知道哪天皇上腻歪了，如果有个跟自己血脉相连、长得又更像白月光的妹妹在旁边站着，那是多大的注意。可甄嬛同时也矛盾，她太了解那个龙椅上的男人了，那是个把女人当玩物、当影子的种。她心疼妹妹，不想让玉娆重蹈自己的覆辙，去当那个该死的替身。于是，这永寿宫里的一场见面，就变成了三方势力的博弈。皇上在那儿紧盯着玉娆，脑子里恐怕连册封的封号都想好了。甄嬛在那儿如履薄冰，既要引导皇上对甄家保持好感，又要防着皇上当场把妹妹给并购了。而咱们的玉娆呢，她低着头，规规矩矩的行礼，可那背脊挺得笔直，就像一颗雪地里的青松。您各位注意到没有，玉娆在请安的时候，那个眼神可没在那乱飘。按理说，一个刚从宁古塔那种苦寒之地回来的姑娘，见了皇上，要么是吓得直哆嗦，要么是像祥林嫂似的满脸苦相。可她不，她那一双眼珠子亮得吓人，透着一股子独立。皇上问她话，她对答如流，不卑不亢。皇上说：“你长得倒很像朕的一位故人。”这话要是搁在一般的小姑娘身上，估计得感恩戴德的跪下，嘴里还得喊着臣女惶恐。可玉娆怎么回的？她微微抬头，眼神清澈见底。她说：“臣女就是臣女，臣女虽长得像旁人，但这心性、这脾气却是自己个儿的。”好家伙，这话一出来，连甄嬛都惊出一身冷汗。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在职场上，这就是直接顶撞董事长啊！董事长说你像他当年的得力干将，是抬举你，是想把你当成那个人的延续。可你倒好，你直接把这层金身给剥了。你告诉老板，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这种反客为主的姿态，到底是玉娆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他早就看穿了这宫廷里的把戏，故意再立自己的人设呢？咱们再往深了聊聊这替身文化。在紫禁城这个顶级公司里，美貌是最廉价的入场券，而长得像谁才是一张高级的 VIP 卡。可玉娆明白，这张卡虽然能让你进门，但也意味着你这辈子都得活在别人的影子里。这就像现实生活里，你进了某家大公司，老板说你特别像他当年那个为了救公司累倒的老部下，于是给你高薪，给你特权。您要是真傻呵呵的接受了，那你就得按照那个老部下的模式去活，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你得随时满足老板的怀旧欲。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职场霸凌。玉娆这姑娘，别看年纪小，心气儿比天还高。她在宁古塔见的不是雪就是沙，她见过真正的苦难，所以她更珍惜真正的尊严。她进宫这一亮相，其实就是在给皇上打预防针。您要是想找替身，找我姐姐去，找别人去，想打我的主意，我这块骨头可硬得很。可您各位也得明白，皇上是什么人？那是一个掌控了天下所有资源，已经习惯了掠夺的男人。你越是表现的不屈，他那股子征服欲就越是被勾得心痒难耐。皇上看着玉娆那股子倔劲儿，非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那笑声里头藏着几分玩味，几分势在必得。他甚至转头对甄嬛说：“你这个妹妹，倒比你当年还要有趣几分。您瞧瞧，这就是高层领导的职场铺。他先夸你，然后再把你跟别人比，让你产生一种竞争感。”甄嬛在旁边陪着笑，手心里全是冷汗。他知道这场并购案才刚刚开始，皇上赏赐下的那些名贵布料、珍奇首饰，那就是意向书，是试探，是诱饵。而玉娆在那一堆珠光宝气面前，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那种淡定真叫人佩服。他心里头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带着钩子的。这时候，咱们得聊聊这职场里的第一印象管理。玉娆在第一场博弈里，
其实完成了一个极高难度的动作。他既让皇上记住了他，又让皇上意识到他是个硬茬儿。这种人设的建立，为他后来拒绝皇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换作是一个软弱一点或者贪婪一点的姑娘，估计早就迷失在那一声声故人里了。您各位咂摸，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人？明明有捷径不走，非要走那条最难的路，咱们管这叫什么？叫轴。可在那紫禁城的深宫里，只有这种轴才是能保命的底牌。就在这一片看似祥和，实则暗流涌动的气氛中，皇上临走前，状若无意地提了一句，说既然玉娆喜欢这宫里的景致，就多住些日子，还专门叮嘱内务府要按照格格的规格来供给。这一句话，那就是定调子了。这哪是客气话啊，这就是强行留人。甄嬛送走皇上，回到屋里，看着坐在那儿自顾自喝茶的妹妹，长叹了一口气，说：玉娆，你这回可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了。玉娆放下茶杯，那杯底触碰桌面的声音在这空荡荡的殿内回响。她轻声说了句：姐姐，与其在这宫里当个活死人，我倒宁愿在那雪地里当个真的活人。若是皇上非要这具皮囊，我甄玉娆也不是没脾气的。书接上回，咱们前头说到，这甄玉娆头一回在永寿宫露面，就凭着那股子我就是我，不是谁的替身的倔劲儿，生生的在万岁爷心里头扎下了一根刺。可您各位得明白，这紫禁城里的风从来就没个消停的时候。皇上那头刚回了养心殿，心里头指不定怎么盘算着这出并购案呢，而咱们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二小姐，却是在这永寿宫里待不住了。您咂摸，这时候的玉娆心里头那是憋着一团火，又带着几分对这深宫大内的抵触。这种心理其实特别好理解，就像是一个满心向往自由的职场野马，突然被关进了一个贴满了金箔但到处是监控的高级写字楼，他得透气，他得找个没人盯着的地方把那口闷气吐出来。于是乎，就在那假山重叠、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拉开了大幕。这场邂逅表面看是偶遇，实则是一场关于人品、三观乃至未来人生走向的尽职调查。话说那天，御花园里的雪还没化利索，红梅傲雪，冷香扑鼻。玉娆身上披着那件石青色的斗篷，没带什么宫女太监，就想一个人静静。她走在那曲曲折折的鹅卵石路上，看着那假山怪石，心里头想的是宁古塔的风沙。在那儿，虽然日子苦，但天是阔的，地是广的，没这么多弯弯绕绕。就在他转过一处嶙峋的假山，打算去那亭子里歇脚的时候，突然瞧见那山壁后头坐着个人。这人穿的可真够随性的，一身天青色的长服，没带什么累赘的冠子，手里头竟然还拎着个酒壶，正对着那几株腊梅自斟自饮。您各位瞧瞧，这可是宫里头，在这儿喝酒，那得是多大的胆子，又得是多大的散胆。这位不是旁人，正是咱们今儿的男主角慎贝勒允禧。这位慎贝勒，在先皇的那些个儿子里，允禧是个特殊的存在。他没赶上当年九子夺嫡那场血淋淋的肉搏战，那时候他年纪还小，等他长大了，大局已定。这位王爷聪明就聪明在他懂得装傻，他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个闲散王爷，不参政，不揽权，就爱个诗词歌赋，美酒佳人。您在职场里见过这种人吗？这就是那种董事长的小舅子或者元老家的公子，手里握着股权，但从不干涉行政，每天就在公司健身房待着，或者是满世界旅游。这种人看起来边缘化，实则是这大公司里最安全也最能看清局势的一帮人。玉娆瞧见他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害羞，而是警觉。
这姑娘在宁古塔练就了一身看人的本事，她眼神一凛，心里头先打了个问号，这人是谁？怎么在这儿没规没矩的？这时候，云喜也瞧见玉娆了。您各位闭上眼琢磨琢磨那个画面，一个是一身傲骨、满眼倔强的旷野玫瑰，一个是看透世情、半醉半醒的贵气公子。云喜当时那眼神先是闪过一丝惊艳，毕竟玉娆这长相在这宫里确实太出挑了，但紧接着他眼神里透出的是一种同类人的亲近。他没像别的王爷那样摆出一副我是高层的架势，也没像那些登徒子似的眼神乱飘，他只是微微举了举酒壶，笑着说了句：“这梅花开得好，可惜缺个懂它的人。姑娘莫不是也被这冷香引来的？您瞧瞧，这职场搭讪的水平高不高？他不问你是哪房的，也不问你叫什么，他先跟你聊业务，聊这梅花。这就是高级博弈里的共情测试。如果玉娆是个一心想攀高枝的，肯定会借机行礼，然后套近乎；如果玉娆是个胆小怕事的，肯定扭头就走。可咱们玉娆怎么回的？他没走，也没笑，就那么站得直溜溜的，冷声冷气的回了一句：“花开花谢是他的本分，懂与不懂，他都在这儿受冻，有什么好可惜的？”这一句话直接把天聊死了，但也直接把允喜的魂儿给勾住了。为什么？因为允喜听出来了，这姑娘嘴里说的是梅花，心里说的是自己。她在这宫里就像这梅花一样，是被迫在这儿受冻，供人观赏的。这就叫知音难寻啊！允喜这时候才真正放下了酒壶，站起身来，正儿八经的打量起玉娆来。他发现这姑娘不光长得像那位传说中的纯元皇后，最难得的是那股子不伺候的劲儿。他心里头立马就开始了一场资产评估。在他看来，这宫里头的女人，要么是像华妃那样烈火烹油，最后烧成灰的，要么是像皇后那样阴质算计，最后钻牛角尖的，再不然就是像他皇兄身边那些为了恩宠争得头破血流的。可眼前这位，他是一块硬邦邦的石头，你得用心去捂，他才会有温度。接下来的对话简直就是一场职场价值观的深度互换。允喜开始聊他的无奈，聊他为什么宁愿在这儿喝酒，也不去勤政殿听差；玉娆则聊他的坚持，聊他宁愿回宁古塔吃沙子，也不愿意在这儿当影子。这两位，一个是被边缘化的高层，一个是拒绝入职的新秀，聊着聊着，竟然在这权力中心的最冷清处，找到了一种名为共鸣的稀罕物。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现实生活中不也一样吗？两个在单位里都觉得格格不入的人，往往最容易抱团取暖，因为他们都看透了那套虚伪的 KPI 考核，都想活出点人味来。在这场假山后的谈话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扎眼。允喜提到皇上赏赐的东西，玉娆撇了撇嘴，说那不过是买断费。允喜听了大笑，说这比喻新鲜。这时候，其实两人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瓦解了。允喜心里想的是，这个女人，我得护着她，不能让她被那个吃人的皇兄给吞了。而玉娆心里想的是，这个男人虽然也是那个家族的，但他的心里没藏着刀。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初步意向书达成了。但您别忘了，这可是御花园，到处都是眼线。就在他们聊得热乎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宫女的呼唤声。玉娆眼神一紧，那是甄嬛在找她，她得回去了，回到那个金丝笼子里去。临走前，允喜没留她，也没问名字。其实她心里清楚，这宫里长这样的姑娘，除了甄家的二小姐，还能有谁？她只是在那儿站着，看着玉娆那斗篷的边角消失在假山转角，嘴里呢喃了一句：“真玉娆，名字好，人更好。”您各位说，这叫不叫由于长得太像而产生的危机，被由于性格太像而产生的转机给化解了？
皇上想要的是玉娆的皮囊，好去补他心里那个叫纯元的窟窿，而允禧想要的是玉娆那个独立的灵魂，好去填他心里那个叫自由的梦。这其实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并购逻辑。皇上那是强行收购，要把你拆分了、重组了，变成他资产的一部分；而允禧这是战略合作，他想跟你联手，在这一地鸡毛的生活里，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咱们得从这场偶遇里总结点处世智慧。您看，玉娆虽然拒绝了皇上，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懂得在合适的时机向合适的人展示真实的自我，这就是精准社交。在职场或者生活里，如果您遇到那种位高权重但大家都觉得他不务正业的高手，千万别轻视他。这种人往往手里握着真正的资源，而且因为他们不需要再证明什么，所以他们看人更准，下手更稳。允禧就是玉娆在宫里找到的第一个大天使投资人，而对于允禧来说，这次偶遇也是她在皇权阴影下的一次压力测试。她得看看，面对皇兄看中的女人，她到底有没有勇气伸出手。如果她只是个胆小怕事的怂包，那这顿酒喝完也就散了。可她敢于在话语间给玉娆底气，这就说明这位闲散王爷骨子里是有反骨的。这反骨就是他们未来能对抗皇权的最后筹码。您各位想想，皇上要是知道自己亲弟弟在撬自己的墙角，那得是什么反应？是恼羞成怒，直接把弟弟发配了，还是玩一出兄弟礼让的戏码，背地里再捅一刀？而甄嬛这个当姐姐的，在得知这对小儿女暗生情愫后，是该帮着妹妹逃出升天，还是该劝妹妹审时度势，委身皇权，以此稳固甄家的地位？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话说这深宫里的事儿，从来都不是没来由的平地起雷，每一个大动作背后，那都藏着试探、权衡和赤裸裸的掠夺欲望。咱们书接上回，单说这慎贝勒与玉娆在那假山后面刚对了眼缘，还没等这份情愫发酵呢，那位坐在龙椅上的皇上可就按捺不住了。您各位咂摸，皇上是什么身份？他是这大清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全天下的资源都是他的，他看上的资产什么时候走过招标程序？那向来是直接下达并购意向书的。这一日，养心殿的御前公公苏培盛带着一溜小太监，手里捧着红漆描金的托盘，浩浩荡荡的进了永寿宫。这阵仗一摆出来，宫里的空气都粘稠了几分，那是权力的味道。托盘上盖着明黄色的绸缎，绸缎底下隆起两块，一块修长，一块圆润。等苏培盛那兰花指轻轻一挑，哎呦喂，您各位瞧好了，那是一柄通体碧绿、温润的快要滴出水来的翡翠如意，旁边还搁着一块精雕细琢的鸳鸯佩。这如意寓意着如朕之意，这鸳鸯佩更是明摆着的私人邀约。这哪是赏赐啊？这就是一份强行派发的秘书聘书，而且这秘书可不光得管公文，还得管寝宫。皇上这是在用一种老子看上你，是你的造化的高压姿态，在对玉娆进行最后的收编。咱们得细细咂摸这如意和鸳鸯佩背后的潜台词。在职场里，要是大老板突然越过你的直属领导，直接送你一份股权激励或者一套核心地段的公寓，您先别忙着乐，您得先想想这背后的对价是什么。皇上的意思很明确，你不是长得像纯元吗？你不是长得像你姐姐吗？朕现在就把你纳入这高管序列，让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诱惑对于任何一个从宁古塔那种苦地方回来的姑娘来说，都应该是无法拒绝的降维打击。苏培盛那张老脸上堆满了褶子，笑得跟朵秋后的菊花似的，掐着嗓子说：“二小姐，这可是皇上亲手挑的，这份恩宠
满宫里数下来，除了贵妃娘娘，也就是您了。这话里有话啊，他在暗示玉娆，你现在的身份就是预备役宠妃，只要你点个头，收下这如意，你那人生轨道可就彻底变了。您各位瞧瞧，这时候的玉娆正坐在那儿低头绣花呢，她连眼皮儿都没抬，手里那根银针在月白色的缎子上轻巧地穿过，发出极其细微的哧啦一声。这一声在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的屋子里显得格外硬气。这时候的心理博弈简直比两军对垒还要紧张。甄嬛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盏茶，那茶盖在碗沿上轻轻波动，发出极其细微的撞击声。她这个当姐姐的心里比谁都急，她太了解皇上了。皇上这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先给你甜头，如果你识趣，他就顺势把你吞了；如果你不识趣，他那龙颜大怒可不是闹着玩的。甄嬛看着那柄如意，心里头想的是：玉娆啊，你可千万别在这时候犯轴，这不仅关乎你一个人的前途，更关乎咱们整个甄家的身家性命。这就好比你在一家跨国集团当部门经理，你发现董事长想潜规则你亲妹妹，你既想护着妹妹，又怕董事长一个不高兴把你们整个部门给裁了。这种两难的境地，您说难不难？可咱们的玉娆是怎么做的？她慢慢放下手里的针线，那动作稳得让人心惊。她站起身，不紧不慢地走到托盘跟前，眼神在那柄价值连城的如意上停留了不到1秒钟，就移开了。他没去接苏培盛的手，而是对着那明黄色的绸缎拂了一拂，声音清冷得像深秋的井水。他说：皇上的恩典，臣女感念于心，但这如意，臣女不能领。苏培盛那脸上的笑容当场就僵住了，仿佛被人兜头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他干咳了一声，提醒道：二小姐，这如意意味着万事如意，您推辞了，怕是皇上那儿不好如意啊。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在职场里，老板给你的提拔，你敢拒绝？你拒绝了，就是不给老板面子，就是对公司文化的挑战。接下来的戏码才是真正的神来之笔。玉娆抬起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一点畏惧都没有，她直勾勾地盯着苏培盛，实则是隔空对着那位坐在养心殿里的皇上喊话。他说：如意虽好，却是皇上的如意，不是臣女的如意。臣女在宁古塔的时候见惯了风沙，也见惯了生死，臣女明白一个道理，这人活一辈子，若是连自己的心思都不能如自己的意，那就算是金山银山，也不过是枷锁。臣女心眼小，这心里头只能装下一个名字，那名字得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是谁的影子，也不能是谁的天头。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话，臣女只求独一无二。这话简直是把皇上的老底儿都给揭了。皇上为什么想要玉娆？因为他像纯元，他是纯元的 2.0 版本。玉娆这句独一无二，直接把皇上那点怀旧的情节给拍在了沙滩上。他在告诉皇上，您要找替身，您找错人了。我甄玉娆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也不是您后宫里众多名牌包里的一个。这种拒绝极其刚硬，又极其委婉，因为他站在了一个人性尊严的最高点上。这就好比老板让你去当个傀儡高管，你告诉老板，我是一个有灵魂的职业经理人，我不想活在别人的规划里，我只想做我自己。这种话，老板听了虽然生气，但也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因为他发现你是一个不可被轻易购买的稀缺资产。咱们再看那块鸳鸯佩，玉娆拿起那块佩，指尖在滑润的玉质上摩挲了一下。这鸳鸯在古代那就是爱情的象征，皇上送这个，那是想跟玉娆谈一场不对等的恋爱。玉娆却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3分讥讽，7分通透。
他说，这鸳鸯若是成双成对，那自然是极好的。可若是这鸳鸯配只是挂在皇上的腰间，或者是锁在臣女的庄盒里，那它不过就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臣女想要的鸳鸯，是能在风雨里并肩戏水的，而不是在这金砖铺就的屋子里等死。皇上是天下人的主子，他的鸳鸯太多了，臣女这只怕是游不进皇上的那片海。苏培盛这时候已经冷汗直流了，他知道这番话传回皇上耳朵里，那得掀起多大的波澜。可玉娆还没完，他又补了一刀，这一刀直接扎在了皇上的软肋上。他说，姐姐在宫里过得如履薄冰，臣女瞧着心疼。臣女长得像谁？那是父母给的皮囊，臣女改不了。可臣女这颗心要给谁？那是臣女自己个儿的主意。皇上既然是明君，定然不愿要一个丢了魂的木头美人吧？这话绝了。他先抬举皇上是明君，把皇上架在一个道德高位上，让皇上不好意思明着抢，接着又点出甄嬛的处境，让皇上心生愧疚。这叫什么？这叫高级的心理博弈。他利用了皇上对甄嬛的那点残存的情分，也利用了皇上作为统治者那点爱面子的虚荣心。这时候，甄嬛终于开口了。他知道，要是再让玉娆说下去，皇上那儿非得炸了不可。甄嬛放下茶杯，叹了口气，对苏培盛说：“苏公公，我这妹妹被家里惯坏了，在边塞待久了，不懂得宫里的规矩。但这孩子性子执拗，他认准的理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劳烦公公回禀皇上，如意是重赏，玉娆诚惶诚恐，只求能先在永寿宫静思己过，再行领受。您瞧瞧甄嬛这水平，这叫缓冲地带。他没说不领，也没说领，他要的是时间。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皇上一个台阶下，也给玉娆争取一点周旋的空间。咱们回过头来，从职场管理的角度解析一下玉娆的这种拒绝艺术。在面临无法抗拒的高压和诱惑时，很多人要么是委曲求全，最后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要么是硬碰硬，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玉娆提供了一种第三方案：第一，确立边界感。他反复强调我是我，拒绝被定义为谁的替身。这在职场里非常重要，你得让老板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你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揉捏的工具人。第二，利用价值观博弈。他不谈利益，谈的是独一无二，谈的是心里的名字。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足够强大时，金钱和权力就失去了支配他的力量。第三，示弱与示强并存。他表现出一种宁可回宁古塔吃沙子的决绝，这种我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拿什么威胁我的姿态，反而让权力者感到一种莫名的挫败感。苏培盛最终还是带着那原封未动的赏赐回去了。您可以想象，在那长长的宫墙走廊里，那几个小太监的脚步有多沉重。养心殿里的皇上听完这番话后，沉默了很久。他那是挫败吗？是。是愤怒吗？也是。但更多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他这辈子见过的女人，要么是像宜修那样算计入骨的，要么是像安陵容那样卑微求存的，要么是像华妃那样热烈但也最终沦为权力牺牲品的。从未见过一个女子敢在他面前谈独一无二，敢在他面前说你不配我的心。皇上的那颗心啊，其实也被玉娆给撬开了一条缝。他开始意识到，真正的稀缺资源从来不是美貌，而是那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人格。但这事儿能就这么算了吗？皇上这种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他会死心吗？还是会变本加厉的去围捕这只不听话的鸳鸯？而玉娆，他虽然暂时挡住了皇上的第一波攻势，但他也把自己逼到了死角。他必须在皇上失去耐心之前，给自己找一个真正的接盘侠，
找一个能让皇上忌惮，又让皇上挑不出理儿的归宿。这时候，他心里那个独一无二的名字慎贝勒允禧就开始在他的筹划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谈恋爱了，这是一场关于生存权和择偶权的生死大撤退。话说这深宫高墙，在那繁花似锦的永寿宫内，阳光透过镂空的窗棂洒了一地碎金，可这金光里头，每一粒尘埃的跳动都藏着百转千回的算计。您各位咂摸，咱们前头刚夸完玉娆那姑娘是一只傲雪红梅，宁折不弯，守住了自个儿的清白底线。可您真当这事儿全凭玉娆一个20岁不到的小丫头在那儿单打独斗呢？那您可就把这紫禁城的职场博弈想得太简单了。在这场硬核拒绝董事长、反手联姻小王爷的大戏里，真正坐在幕后拨动琴弦的操盘手，其实是那位一直端着茶盏、笑意盈盈的熹贵妃钮祜禄甄嬛。您各位想啊，甄嬛是什么段位？那是从废妃出家，凌云峰受苦，一路厮杀回宫，最后坐稳协理6宫之位的顶级职场女强人。她的一双眼看透了皇权底下的冷酷，也看清了人伦背后的利弊。她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似是在替妹妹担惊受怕，实则在那脑瓜子里早就把甄家未来的资产给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那是这一年的初春，御花园的冰刚开，永寿宫里的地笼还没撤，空气里混合着百合香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药苦味儿。甄嬛歪在榻上，手里捏着一串佛珠，那指尖拨动珠子的频率，就是她思考的速度。她看着窗外正陪着胧月格格玩闹的玉娆，心里头其实是在做一场高规格的资产评估。玉娆长得像纯元，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是甄家长青的保命符，用不好就是引火烧身的导火索。如果让皇上把玉娆收了，甄家固然是姐妹共侍一夫，表面上风光无限，但这叫股权过度集中。一旦甄嬛这边失势，或者皇上哪天觉着这两姐妹长得太像，看腻了，那甄家就得全盘崩盘。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太高，不是长久之计。所以甄嬛的目标很明确，得给玉娆找个避风港，这个港口得有皇室的血统，能保住玉娆的荣华富贵，又得离皇权的权力核心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省得天天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招灾。而慎贝勒允禧就是那个被甄嬛相中的优质原始股。这时候核心冲突就来了，皇上那头还没死心呢，那如意虽然退回去了，但大老板的心思一旦被勾起来，就像那春天里的野草，烧不尽，吹又生。甄嬛得在皇上彻底失去耐心，决定强行霸王硬上钩之前，把允禧和玉娆这桩婚事给坐实了。但这事儿能直接提吗？绝对不行。您各位咂摸，要是甄嬛直接跟皇上说，皇上，您看慎贝勒跟玉娆挺配的，您给赐个婚吧。皇上准得心想，好你个甄嬛，朕还没吃上的肉，你倒先给朕的亲弟弟划拉去了。你这是瞧不起朕，还是诚心跟朕对着干？这种直接的项目申报准得被驳回，甚至还得挨顿挂拉。于是咱们这位操盘手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耳旁风战术。那一回皇上处理完正事，心里头烦闷，又溜达到了永寿宫。甄嬛没提玉娆，也没提允禧，她先给皇上递上了一碗温热的莲子羹，轻言细语地聊起了家常。她说，皇上，臣妾瞧着慎贝勒近来是越发稳重了，只是这房里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瞧着怪心疼的。您瞧瞧，这叫预热。他不提妹妹，先提皇上的亲弟弟，这叫高层关怀。皇上正因为玉娆的事儿心里堵着呢，听了这话，顺嘴就接了一句：
老19是不小了，只是他那个性子，一般的名门闺秀，他未必瞧得上。重点来了，甄嬛这时候没接话，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眼神看向窗外，正好落在那儿跟云喜偶然碰面正说话的玉娆身上。那一刻，甄嬛没说一句他们很合适，她只是在那儿渲染氛围。她对皇上说，臣妾倒是觉得慎贝勒是个性情中人，他求的是那份真。就像臣妾这妹妹在宁古塔待久了，性子也不懂规矩，总说要找个能陪她看雪看月亮的，而不是在那深宅大院里守着规矩过日子的。臣妾有时候想，这世间若是真有那双宿双飞的鸳鸯，怕也就是他们这种不求名利只求顺心的人了吧。您各位细品，这几句话里头藏着多少讥讽。第一，他把玉娆的拒绝合理化了，玉娆不是拒绝您皇上，她是性子也不懂规矩，她是怕委屈了您。第二，他把玉娆和云喜划到了同一个圈子里，那叫志同道合。第三，也是最狠的一点，他在给皇上戴高帽，他在暗示皇上，您是天下的主子，您求的是江山社稷，是万民敬仰，而这小儿女的情长，那是像云喜这种闲散人才配消遣的。您若是去抢这种小情小爱，不仅掉价，还显得您不容人。这在职场里，这就叫高层差异化定位。他让老板觉得那种低端的纯感性的资源不符合老板高大上的身份，让给下属弟弟反而能体现老板的宽厚和格局。这还没完，甄嬛还得给云喜做尽职调查，他得看这位小叔子到底能不能为了玉娆豁出命去。有一回，云喜在永寿宫跟甄嬛闲聊，甄嬛故意试探他，说皇上似乎有意纳玉娆为妃。您瞧那云喜，平日里一副魂不吝的样子，那一刻眼里的光当场就暗了，但他紧接着拍案而起，说皇兄已有天下，何必非要夺人之好？臣弟虽无大志，但求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甄嬛听了这话，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一半。这叫什么？这叫确认合伙人的忠诚度。他得确保这根杠杆架上去之后，那边得接得住，不能一压就折了。接下来的戏码就是甄嬛如何利用皇上的怀旧心理反向输出。他知道皇上心里那个纯元情节是病，得治。他就在皇上面前有意无意的夸玉娆和纯元不仅是长得像，连那股子执拗劲儿都一样。他说，纯元皇后若是还在，定然也希望自个儿的亲族妹子能过得舒心，而不是在这宫里头愁眉不展。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他把纯元搬出来，给皇上设了一个道德陷阱。如果皇上强纳了玉娆，那就是对纯元在天之灵的一种亵渎，因为你让长得像他的人不开心了。皇上最怕的就是这个，他想在玉娆身上找纯元的影子，但他更怕这个影子最后变成了一缕怨魂，毁了他心里那点完美的幻想。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生活里映照。您各位家里头要是也有个适龄出嫁的闺女或者妹子，面对那种条件好但人品堪忧，或者是身份太高咱高攀不上的豪门，您该怎么办？是硬着头皮送进去当牺牲品，还是费尽心力给孩子找个实惠又稳当的退路？甄嬛的做法告诉咱们，做长辈做姐姐的最大的智慧不是替孩子选路，而是替孩子清账。他看清了皇上是个伪君子，看清了云喜是个真性情，于是他利用这两者的性格差，玩了一场完美的内部调剂。您瞧，甄嬛在皇上耳边吹的那些风，每一句都是在给玉娆的婚姻加杠杆。第一层杠杆是亲情感召，让皇上觉得自己是在成全弟弟；第二层杠杆是名声保全，让皇上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流芳百世的好事；第三层杠杆，也是最关键的一层，是政治制衡。
允喜有了甄家的支持，虽然不至于篡位，但在朝堂上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成了甄家在宫外的一块飞地。这叫什么？这叫资源整合后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顶级职场人的格局。甄嬛没有被眼前的荣华富贵迷了眼，她知道权力的尽头是孤独和毁灭。她宁愿让妹妹去过那种采菊东篱下的日子，也不愿让她在这永寿宫里陪着自己熬白了头发。那种眼神交流，那种在茶余饭后的只言片语，看似不经意，实则是千锤百炼后的重拳出击。在那一年的春末，当皇上终于在一次晚宴后，看着允喜和玉娆并肩离去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说出那句朕老了，就成全了他们吧的时候，甄嬛站在阴影里，嘴角勾起了一抹极淡的笑。那一刻，她赢了，不仅赢回了妹妹的一生，也赢得了甄家未来几十年的太平。这哪是简单的赐婚啊？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多方博弈，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拍板的资产剥离与重组成功案例。话说这紫禁城的权力结构啊，您各位咂摸，它就像那金字塔尖上的冰溜子，瞧着晶莹剔透，实则稍不留神就能把人扎个透心凉。咱们书接上回，单说这慎贝勒允喜，在先皇那一挂皇子龙孙里头，他排行第19。这19两个字里头，藏着的尽是边缘化和不得志。在当今皇上这台大清号超级航母上，允喜所在的部门，充其量就是个管图书、写诗集的企业文化研究室，没实权，没兵马，在那些个杀气腾腾的军机大臣和亲王面前，他就是个穿着黄带子的职场透明人。可您要是真把他当成个只会喝酒划拳、游山玩水的糊涂王爷，那您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位爷啊，那是真正领悟了大智若愚4个字的顶级博弈高手。这会儿面对皇上对玉娆那点子昭然若揭的并购野心，允喜就像是个守在猎物旁边的老狐狸，看似被动的不行，实则每一步后退都在给皇上挖坑，每一次示弱都在给自个儿积攒翻盘的本钱。这哪是谈恋爱呀？这分明是职场中弱势部门如何利用核心竞对的心理盲区，生生把大老板的私人资产给化公为私的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截胡。咱们得先看看允喜进养心殿时的那个身段。那是1日黄昏，残阳如血，把那金銮殿的影子拉得老长。皇上正坐在御案后头，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手里捏着一张玉娆写的字帖，那眼神里全是求而不得的焦躁。这时候允喜进来了，他没穿正儿八经的朝服，而是一身半旧不新的便装，步子迈得松松垮垮，进屋就磕头，那姿态低到了尘埃里。您各位咂摸，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卸下防备。如果你是部门经理，你发现大老板最近心情不好，你千万别穿的人模狗样的进去显摆，你得表现的比老板还颓，比老板还愁，让老板觉得你在他面前没有半点威胁。允喜一开口，不是谈国事，而是谈自个儿的寒酸。他抱怨王府里的厨子手艺退步了，抱怨自个儿新写的诗没人懂。皇上听着这些鸡毛蒜皮，那紧绷的神经也就松了一半。这就是允喜的第一步，利用皇上的强者心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属。紧接着，核心冲突就开始了。皇上看似无意地提起了玉娆，说那姑娘性子刚烈，不好对付。这其实是大老板在给亲弟弟递话，也算是一种试探。皇上心想，朕都没搞定的女人，你小子要是敢动心思，朕就让你知道什么是雷霆手段。可允喜呢？他没接招，他反而顺着皇上的话头，把玉娆狠狠黑了一把。他说：皇兄，臣弟也见过那甄家2小姐，哎呦，那脾气简直就是个火药桶。
陈帝前儿个在御花园跟他说了2句话，好家伙，差点没被他那眼神给冻死。这种姑娘，也就皇兄您这种真龙天子能降得住，要是搁在陈帝府上，那房顶都得被他掀了。您各位细品，这招叫明贬实褒，以退为进。他先承认皇上的强大，同时又把自己摆在一个怕老婆、没本事的窝囊废位子上。这在职场博弈里，这就叫降低预期。他让皇上觉得玉娆对他来说是累赘，是负担，从而消解了皇上的敌意。可接下来的转折才是允禧真正的杀手锏。他瞅准皇上长叹一口气的空当，突然话锋一转，带了几分委屈和落寞。他低着头说：“皇兄，臣弟这辈子论功绩不如几位兄长，论圣心不如几位重臣。臣弟不求别的，就求能有个懂臣弟那点子穷酸文墨的人陪着。臣弟知道玉娆姑娘长得像故人，皇兄心头有牵挂。可臣弟想的是，皇兄贵为万岁，要的是天下归心，要的是这宫里的和气。玉娆姑娘那性子，若真进了这后宫，怕是要搅得鸡犬不宁。到时候皇兄您是宠她也不是，罚她也不是，反而伤了您跟熹贵妃的情分。”这番话每一个字都精准地扎在了皇上的心坎上。皇上现在缺什么？他缺的是一个能让他下台阶的梯子。他想那玉娆，但玉娆那句独一无二已经把门给锁死了。他想强抢，但又怕伤了甄嬛的心，更怕坏了自己爱惜才女、缅怀纯元的名声。允禧这时候跳出来，其实是在给皇上提供一份资产转移方案。他在暗示皇上，您要是把这姑娘给了我，第一，您成全了兄弟情分，全天下都得夸您是大度长兄；第二，这姑娘进了王府，那还是咱们自家人，您要是想看了，随时能见着，还不用操心后宫起火；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您这是在赐恩，而不是在夺爱。您各位咂摸咂摸，允禧这是在玩一场心理置换。他要把皇上从他的情敌置换成他的主婚人。这就好比公司里大老板看上了一个核心项目的负责人玉娆，想把他调到总裁办当秘书，可这负责人脾气臭，不肯去。这时候你这个小部门经理跑过去跟老板说：“老板，这人确实厉害，但他那脾气跟您不搭，容易坏了您的名声，不如调到我这儿来，我替您盯着他，他还是为公司效力，您还能落个重用人才、体恤下属的好名声。”大老板一听，这买卖合算啊，既解决了烫手山芋，又展示了领导风范。在这场博弈中，允禧展示了极高的职场情商。他深知皇上的心理盲区在哪儿，皇上最怕别人说他老了，最怕别人说他不如先皇。于是允禧在关键时刻展示了自己对玉娆的志在必得，但这种必得是带着一种小弟求大哥赏饭吃的卑微。他说：“皇兄，臣弟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就求您把这块硬骨头赏给臣弟吧。臣弟就喜欢他那股子倔劲儿，正好能治臣弟这懒散的毛病。要是皇兄觉得他太像那位，臣弟保证回了府定让他改了装束，绝不让皇兄触景伤情。”您瞧瞧，这话说得多漂亮！他把皇上最忌讳的替身问题轻描淡写的给化解了。他甚至是在向皇上交底，这只是个替代品，我拿走是为了帮您去库存，是为了帮您清理掉心里的阴影。这种表忠心的方式简直是润物细无声。皇上看着眼前这个一脸真诚甚至带着点傻气的弟弟，心里那块冰终于化了。皇上想的是，罢了，朕这一辈子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何必非要跟亲弟弟抢一个长得像影子、性子却像刀子的姑娘？把她给了老19，还能稳住甄家，还能显出朕的宽仁。就在这一来一回的交锋中，允禧完成了一次华丽的防守反击。
他利用了皇上作为霸主的疲惫感，利用了皇上作为长兄的虚荣心，更利用了皇上在感情上的挫败感，成功的实现了内部转岗。当皇上最终点下那个头，说出那句准了的时候，允喜再次深深叩首，那额头撞在青砖上的声音，听着是感激涕零，实则是大计告成后的尘埃落定。咱们从这个桥段里能学到什么样的处世智慧？您各位听好了，在职场或者生活里，当你想争取一份别人也盯着的核心资源，无论是升职加薪还是良缘时，如果你是弱势的一方，千万别去硬抢。硬抢的后果往往是玉石坟。你得学会借力打力，你要让那个掌握分配权的人觉得，把资源给你，不是在损失，而是在避险；不是在让步，而是在不恩。你要学会把自己的欲望包装成对方的利益。允喜就是把自己的相思病包装成了皇上的强心剂。而且您看，允喜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句是在夸玉娆好，他全程都在说玉娆的坏处，说玉娆的难搞。这叫反向营销。如果你想买一个宝贝，你得先挑他的毛病，这样卖主才会降价，甚至觉得卖给你是帮了他大忙。在皇权面前，玉娆就是那个无价之宝，允喜通过挑刺把这无价之宝变成了皇上急于出手的包袱。这手笔，这心思，您说那深宫里的女人们能玩得过他吗？话说这紫禁城的景仁宫向来是皇后的地盘，那是庄严中透着一股子让人脊背发凉的肃杀劲儿。可那一天的景仁宫，空气简直凝固的像是刚从冰窖里凿出来的冰块，连个喘气声都显得小心翼翼。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哪儿是在宫里头闲聊啊？这分明是大清集团的一场最高规格、关乎生死存亡的内部合规性审计。坐在主位上的皇上，脸色阴沉的能滴下水来。旁边那位端着架子的皇后，虽然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慈悲，可那眼神利得像剔骨的小刀，恨不得直接扎进熹贵妃的心窝子里去。在这场名为滴血验亲的惊天大局里，所有人都是惊弓之鸟，可偏偏在那角落里站着的两个人，甄玉娆和慎贝勒允喜，他们的表现，那才是真正值得咱们拿显微镜去细细打量的。这小两口在那儿，虽然没说一句话，甚至连身子都没怎么动弹，可那眼神里的默契，那股子视死如归的坚定，简直比戏台上唱的还要精彩3分。这哪是寻常情侣在谈恋爱，这分明是两个签了无限连带责任合同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公司面临破产清算、高层集体被调查的最危急时刻，达成了一场无声的股权保卫战。咱们先瞧瞧这环境渲染出的压迫感。那时候，大殿中央搁着一个白瓷碗，里头盛着清冷的水，在那烛火的晃动下，泛着一股子幽幽的蓝光。满屋子的嫔妃、公公、太监，那心眼儿全掉在那滴血上面。如果您是在现代职场里混过的，您就把这场景想象成公司最核心的那个项目被举报造假，董事局主席亲自带队，要在全公司面前搞个公开审计。只要那审计报告一出来，查出丁点猫腻，这一房的人就全得卷铺铺走人，还得面临牢狱之灾。甄嬛坐在那儿，那是暴风眼的中心，而玉娆就站在姐姐身后，那一身浅青色的衣裳，把她衬得像是一竿子拧折不弯的翠竹。您各位注意到没有，玉娆那天没戴什么繁复的首饰，就那一对素银簪子，可她那双眼珠子亮得吓人，死死地盯着那碗水，也死死地护着她姐姐的后背。这时候，核心冲突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祺贵子那帮人那是铁了心要把甄嬛拉下马，一句句证词像连珠炮似的往外喷，文实初那个老实人更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就在那滴血落入碗中，
原本不相容的血竟然诡异的融到一块的时候，整个大殿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皇上的巴掌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那声音在那空荡荡的殿里回响，简直就是丧钟在敲。甄嬛脸白了，那是生理性的绝望。可您再看玉娆，她那会儿不是在抖，她那是气到了极致。她那个眼神儿，先是飞快地扫了一眼她姐姐，里头全是我不信，这不可能的惊愕。紧接着，她做了一个极小的动作，她微微侧过头，看向了站在另一侧的慎贝勒云喜。话说这大清朝的御花园，虽说是40景致不同，但最叫人揪心的，莫过于那残阳如血的黄昏，斜阳把那宫墙的影子拉得又黑又长，活脱脱像是一只张着大嘴的怪兽，要吞了这宫里头最后一点子人情味儿。您各位咂摸，咱们书接上回，那场滴血验亲的大戏刚落下帷幕，甄家算是死里逃生。在这顶级职场的惊涛骇浪里，甄嬛是拼了半条命才保住了大局。可就在这当口，那位坐在龙椅上的大老板，咱们的万岁爷，心里头那股子执念还没消呢。他瞅着玉娆那张脸，那是越瞧越像当年的纯元，越瞧越觉得这姑娘身上那股子拧折不弯的劲儿，简直是这浑浊后宫里绝无仅有的清流。这一日，皇上把玉娆单独唤到了御花园的一处僻静凉亭，这哪是赏花啊？这分明是董事局主席在对最有潜力的核心人才进行最后一次强行留任谈话。这一段，咱们得细细品味，看这甄玉娆是如何在那通天的权势面前，甩出那句掷地有声的甄玉娆就是甄玉娆，生生把自个儿的人格从这皇权的巨轮上剥离出来，活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本色。您各位且看那亭子周围，垂柳依依，风吹过来都带着一股子富贵温柔乡的甜腻味儿。皇上那天穿了一身明黄色的长服，背着手站在亭子里，那背影看着虽说是威严，但仔细咂摸，里头竟透着几分英雄迟暮的孤独。他转过身，看着玉娆，那眼神里头不再是之前的轻佻，反倒多了几分商量的口吻。皇上开了口说：“玉娆，朕知道你心里头委屈，也知道你怪朕之前移了你姐姐。可这宫里头高处不胜寒，朕身边缺个能说真心话的人。你若愿意，这宫里的位分随你挑，哪怕是你想当这紫禁城里最尊贵的女子，朕也能成全你。您各位听听，这筹码加的够不够重？这在职场里，这就好比大老板亲自找你谈话，说公司要给你配车配房，还要给你一个副总裁的头衔，只要你肯留下当他的私人特别助理。这种诱惑，对于绝大多数拼了命想往上爬、想走捷径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砸得人晕头转向。可咱们这位玉娆姑娘，她连眼皮子都没撩一下，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鹅黄色的旗装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可她那张脸冷得像是一块万年不化的寒冰。她看着皇上，眼神清澈的能倒映出这宫墙里的虚伪。玉娆轻启朱唇，那声音不大，却字字如惊雷。她说：“皇上，臣女入宫这些日子，见多了这宫里的花开花谢，也见多了姐姐们的笑里藏刀。皇上说臣女像故人，可皇上喜欢的到底是那故人的影子，还是臣女这个人？皇上给的位分再高，那是皇上的恩赐，不是臣女挣来的。臣女在宁古塔吃过苦，知道天底下最香的饭是自个儿流汗换来的。若是进了这后宫，臣女就成了皇上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虽然衣食无忧，可臣女的心怕是再也回不去那广阔的天地了。”皇上听了这话，脸色微微一变，那是被拒绝后的难堪，也是一种被看穿后的恼怒。他紧接着往前走了一步，压低了嗓子，带着几分诱导地说：“你这孩子就是太倔。
你姐姐如今日子过得艰难，你若在朕身边，不也是你姐姐的一份依仗吗？你长得这么像她，这是天给你的造化，你何苦要跟老天爷作对？这话可就阴毒了，这是在玩职场道德绑架啊！皇上在暗示玉娆，你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你还得为了你家族，为了你姐姐。这种压力足以压垮大多数心智不坚的姑娘。可玉娆这时候猛地抬起头，那双眼里喷薄而出的是积压了许久的自尊与骄傲。她一字一顿地说：真玉娆就是真玉娆，臣女不是谁的替身，也不是谁的依仗。姐姐的荣辱是姐姐的，臣女的幸福是臣女的。皇上喜欢的那个影子，在那画里，在那梦里，唯独不在臣女这具皮囊里。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句真玉娆就是真玉娆，那真是神来之笔。这一刻，这姑娘完成了从一个家族资源到独立个体的终极蜕变。在强大的平台，也就是这紫禁城大老板面前，他没有选择依附在那棵看起来遮天蔽日的大树上当一只寄生虫。他知道，当寄生虫固然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享受大树吸取来的养分，可一旦大树倒了，或者大树觉得你这虫子吸血太多不耐烦了，你的下场就是灰飞烟灭。他选择的是什么？是独立创业。他要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生活，哪怕那生活没有这宫廷里的荣华富贵，哪怕他要跟着那个没权没势的慎贝勒去过那种相对平凡的日子。这给所有在职场里、在生活里想走捷径的人敲响了一个炸裂三观的警钟。您各位看看现在的社会，多少年轻人总想着大树底下好乘凉，总想着找个有钱有势的靠山，觉得那样就能少奋斗20年。可您想过没有，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当你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一个强大的平台或者一个掌控资源的人物时，你就已经失去了议价的权利，你也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皇上的最后挽留其实是最后一次议价收购，可玉娆看清楚了，这种收购是以出卖灵魂和自我为代价的。他拒绝了，他保住了那个纯粹的自己，这种个人品牌的最终确立，让他在这一刻比那个坐在龙椅上的男人还要高大得多。皇上在那儿愣了半晌，他看着玉娆，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姑娘。他那些所谓的挽留，所谓的温柔，在玉娆这种纯粹的真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皇上长叹了一口气，那声音里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挫败感。他挥了挥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说：你走吧，去寻你那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去吧。玉娆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那动作行云流水，不带半点留恋。他转过身，步履坚定地走出了那座凉亭。夕阳余晖洒在他的肩头，那一刻，他不是谁的妹妹，也不是谁的影子，他就是那个敢爱敢恨、清清爽爽的真玉娆。其实玉娆的选择是一种最高级的风险管理。他明白，皇上的宠爱是建立在错觉之上的，这种基于向谁的宠爱极其不稳定。今天你像纯元，你得宠，明天来个更像的，你就得进冷宫。与其在那虚幻的泡沫里挣扎，不如找个知根知底、能互相尊重的合作伙伴。慎贝勒，慎贝勒云袭给不了他整个天下，但能给他一整个春天，能让他在那王府的小天地里正大光明的当一个真玉娆。这就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现代职场智慧，也是一种看透了平台本质后的理智撤退。咱们这些老伙计、老邻居，平时在教育孩子或者自个儿处事的时候，也得学学玉娆这种骨气。别见了高枝就想攀，别见了捷径就想钻。这世上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你拿尊严去换富贵，最后往往富贵也没守住，尊严也丢了一地。玉娆这一走，不仅带走了皇上心里最后一点子关于替身的念想，
也给甄嬛在这宫里的处境撕开了一道口子。皇上虽然挫败，但他对玉娆这种纯粹的敬重，反而转化成了对甄家的一种特殊照顾，因为他发现这家人身上有一种他怎么也买不到、也打不碎的东西。这最后一次挽留的失败，到底是皇上的损失，还是玉娆的福气？在这一场权欲横流的博弈局里，玉娆用她的真打败了皇上的权。那一句真玉娆就是真玉娆，在那御花园的风里回荡了很久很久。这不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他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为自个儿立起的一座名为自我的丰碑。可这事儿虽然定性了，那旨意赐下来之后，慎贝勒允禧能不能接得住这份沉甸甸的福气？这往后的王府生活，是不是真的就如玉娆所想的那般云淡风轻？别忘了，在这京城里，在那皇权的侧翼，依然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对特立独行的小夫妻。咱们这说书人的故事，那是才离了龙潭，又进了虎穴。话说这大清朝的紫禁城，最是藏不住话的地方。前头养心殿里的墨迹还没干透，后脚这次婚的旨意就像是长了翅膀，打那神武门、东华门一路飞到了京城的深宅大院里。这慎贝勒允禧和甄家二小姐玉娆的婚事，哪是寻常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分明是大清集团内部一次极其罕见的由董事长亲自签发的特批资产转让。这消息一出来，整个后宫就像是滚油里撒了一把盐，当场就炸了锅。您瞧瞧，那内务府的公公们，平日里眼高于顶，这会儿是一个个惊得下巴都快砸脚面上了。那太后娘娘在颐和轩里捻着佛珠的手都微微顿了那么一下。这宫里宫外的反应，那叫一个千奇百怪，有眼热的，有嫉妒的，更有那在背后咬碎了银牙说酸话的。咱们这一段不聊那些个虚头巴脑的圣旨词儿，专门带您进这权力中心的各个角角落落，瞧瞧这礼节规矩背后的利益拉扯，看那原本闲散的慎贝勒是怎么在这一堆乱麻里给玉娆挣回来一个四平八稳、无人敢欺的王妃名分。咱们先说说这内务府。您得知道，内务府那帮人可是最精明不过的职场风向标，谁得宠谁失势，他们那儿的利银、布料、炭火，那就是最直观的数据报表。原本内务府那几个总管公公心里头还存着猫腻，觉得这甄玉娆长得像纯元皇后，早晚是要进宫当主子的，所以之前伺候着虽说客气，但总带着那么一股子审视。可这次婚的旨意一般，他们这帮老狐狸彻底傻眼了。皇上竟然把这尊活菩萨给了自个儿的亲弟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老板虽然舍不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兄弟情深的人设。内务府的总管黄规全那是个多机灵的种，他立马就把给慎贝勒府准备的婚礼规格从原本的标准版直接提到了豪华旗舰版。那红绸子的是苏杭最好的丝绸，那聘礼里的压箱底儿宝贝得是从内库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这就是职场里的见风使舵，当一个原本不被看好的边缘部门突然拿到了大老板的特批经费，全公司上下都得跟着转风向。内务府的忙碌其实就是在向全宫里宣告，这甄玉娆虽然没进后宫，但她的地位那是皇上和慎贝勒双重背书的，谁敢在礼数上短了一分，那就是打皇家的脸。再瞧瞧太后娘娘那边，太后那是这宫里头的老祖宗，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她心里头那本账算得比皇上还清。太后对这桩婚事起初是带着几分疑虑的，她老人家想的是，甄家已经出了个熹贵妃，权力已经够大了，如今再出一个慎贝勒妃，这甄家的势力是不是要在宗室里扎下根了？这叫反垄断焦虑。可太后毕竟是太后，她转念一想，皇上既然能放手，
说明皇上心里那道纯元坎儿算是挪了位置。与其让玉娆进宫搅得后宫不得安宁，倒不如让她嫁给那个没野心的允禧，也算全了皇家的颜面，稳住了甄嬛的心。于是，在内务府去请示婚礼规格的时候，太后破天荒地加了一句：“甄家二姑娘是个懂事的，这礼数上按照亲王福晋的规格，虽然不合规矩，但哀家这份私房天装得给足了。”这叫政治定调。太后这一点头，那玉娆的名分就不单单是慎贝勒府的内人，那是得了太后老佛爷认可的皇室核心成员。在职场里，这叫背书升级，有了董事局元老的认可，玉娆的身份彻底稳了。而咱们这位准新郎官允禧，在那段日子里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以前他是能躲就躲，能懒就懒，可为了这桩婚事，他硬是把自己磨成了个礼仪专家。他太清楚这紫禁城的规矩了，每一个动作，每一份礼单，稍微出点差池，都会被那些御史言官当成攻击甄家的靶子。于是允禧亲自盯着礼部和内务府，那一项项的流程，他是一个一个对。从那采问名到那集那征，他每一步都走得极其扎实，甚至还特意请了宗人府的老王爷出来坐镇。您各位想啊，这叫程序正义。在职场里，如果你想保护一个跨部门调动的人才，你最好的办法不是给他特权，而是把所有的流程都做得无懈可击，让那些想找茬的对手根本无从下手。允禧在礼节上的这种死磕，其实是在给玉娆筑起一道防护墙。他在告诉所有人，我允禧虽然平时不争不抢，但在娶媳妇这件事上，谁要是敢玩猫腻，我这王爷的脾气也不是吃素的。最绝的是允禧对那份聘礼的安排。按规矩，贝勒娶亲有贝勒的定制，但他硬是凭着自己在皇上面前那点耍赖皮的本事，讨来了不少只有亲王才能用的仪仗。他这哪是在炫富啊？他这是在给玉娆抬身价。他要把玉娆的名分做到四平八稳，不仅要合乎规矩，还得高出预期。他要在所有宗室女眷面前给玉娆挣足了面子。那天在内务府核对礼单，有个小太监多了一句嘴，说这规格是不是有点僭越？允禧当时就冷了脸，把那酒壶往桌上一磕，说：“皇兄都成全了，太后都添妆了，你在这儿跟本王谈规矩？本王就是要让全天下知道，我允禧的福晋配得上这世间最好的东西。”这话传到玉娆耳朵里，那真是比任何情话都顶用。这叫公开护犊子。在复杂的职场环境里，一个领导能为了你公然挑战潜规则，那是多大的底气。在这场关于名分的博弈里，甄嬛也是暗暗发力。她通过内务府那些交好的关系，把玉娆出嫁的每一个细节都传成了宫里的佳话。她说这婚事是才子配佳人，是皇恩浩荡，把原本可能带点八卦色彩的替身风波，硬生生给扭转成了皇室佳话。这就是品牌公关。甄嬛在利用舆论，把玉娆的名分从权宜之计升华为天作之合。她让那些原本想看笑话的人，最后只能跟着赞叹。这种内外夹击、多方协同的操作，让玉娆的这桩婚事成了那几年京城里最体面、最让人挑不出错处的一桩大事。这一番折腾下来，玉娆还没进王府的大门，她的名字已经在京城贵妇圈里响当当了。这名分是允禧用细心争来的，是甄嬛用手段护来的，更是玉娆自己用骨气挣来的。内务府的忙碌，太后的点头，宗室的沉默，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极其和谐又极其虚伪的画面。在这红墙之内，所有的规矩其实都是人定的。当你的实力和背景足够强大时，规矩就是你的护身符；当你弱小时，规矩就是你的断头台。玉娆和允禧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才会在礼节这块阵地上打了一场漂亮的阵地战。最终，当那长长的迎亲队伍抬着128台大轿，在那满城的炮竹声中走出甄府大门时，所有的议论和怀疑都烟消云散了。允喜骑在马上，那是意气风发；玉娆坐在轿子里，那是稳如泰山。这一刻，名分已定，尘埃落定。在这场关于地位与尊严的肉搏战里，他们赢得了最关键的一局，不仅保住了当下的体面，更为往后几十年的平安生活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话说这大清朝的乾坤转动，最是无常，却也最是弄人。您各位闭上眼，随我这说书人的信口开河，回想那京城永定门外的官道。那是一日天色微茫，晨曦里还带着几分残冬的裂谷，两辆平时却坚韧的马车，在经营兵丁的护送下，缓缓驶入了阔别多年的紫禁城脚下。车帘子撩开那一缝隙，露出的是两张刻满了塞外风霜、褶皱里尽是沧桑的老脸，正是那甄远道夫妇。您咂摸咂摸，这两位老人家当年是从这京城的繁华窝里被生生蹬出来的，发配宁古塔，那是与披甲人为奴，与冰雪为伴。本以为这辈子就要烂在那白山黑水之间，客死他乡了。可谁成想，峰回路转，大女儿在宫里头九死一生，换来了全家的赦免。而这刚踏进京城的地界儿，迎面撞上的不是凄凉的晚景，而是满城的红绸、遍地的炮仗，还有那皇家最高规格的迎亲仗义。这哪是简单的接风洗尘？这分明是甄家在经历了政治清算、抄家流放之后的资产重组大功告成，是这个家族在经历了毁灭性打击后最成功、最扬眉吐气的一次触底反弹。甄远道坐在车里，瞅着那熟悉的红墙，手里那根烟袋杆颤得不成样子。他是个老文官，最讲究的是风骨，可这风骨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曾经碎成了渣。他看着那沿街挂起的慎字王旗，看着那内务府抬出来的红漆礼箱，心里头那本账算的是老泪纵横。当年的甄家是靠着女儿的圣宠在刀尖上跳舞，那是悬在半空中的富贵，皇上一句话，你就得滚到宁古塔去啃冷馒头。可如今他的二女儿玉娆，不是去给皇上当那个随时可能过气的替身，而是堂堂正正、三书六礼的嫁给了慎贝勒允喜。这在家族博弈里叫什么？这叫风险对冲。大女儿在内廷握着权柄，那是进攻的矛；二女儿在外廷连着宗室，那是防守的盾。甄远道夫妇在那一刻看到的，不只是女儿穿上了大红嫁衣，更是看到甄家的根基终于从那虚无缥缈的君恩里扎进了皇室血脉的硬土里。等车到了府门口，老两口瞧见那一身王妃吉服、明艳不可方物的玉娆，还有那在旁边直后背里一点架子都没有的慎贝勒，甄母那眼泪珠子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老两口那是真疼女儿，可见惯了宫廷险恶的他们，更明白这王妃两个字背后压着的分量。甄远道看着跪在面前请安的允喜，那是一位皇亲国戚啊，竟然为了他的女儿，把所有的礼数都做到了极致。这在职场里，这就好比你这个被开除的老员工重返职场，结果发现你现在的顶头上司竟然成了你二女婿，而且还对你恭敬有加。这种尊严的回流，这种地位的重塑，是任何金银财宝都换不回来的。甄远道伸出枯槁的手，扶起这对小儿女，那一刻，他心里头那块压了数年的大石头，总算是咔嚓一声碎了一地。在他们眼里，这场盛大的婚礼其实是对当年那场冤狱的一次全社会公开道歉。皇上虽然没说朕错了，但皇上把自个儿的亲弟弟赔给了甄家，这就是最高级的政治补偿。玉娆在父母面前虽然还是那个爱撒娇的妖女，
可他那眼神里的坚定，让甄远道看出了这姑娘在这场博弈里的功劳。这哪是嫁女儿？这是玉娆用自个儿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给甄家买下了一份永久有效的特种保险。甄母拉着玉娆的手，在那塞满聘礼的屋子里说话，娘俩哭一回，笑一回。甄母叮嘱玉娆，进了王府要守规矩，更要守住那份心气。他知道玉娆能有今天，全凭着那份甄玉娆就是甄玉娆的傲骨。这不仅是情感的交融，更是家族精神的传承。而在甄府大厅里，甄远道和慎贝勒的那番对谈，更是透着人情世故的顶级智慧。慎贝勒允喜，这位在旁人眼里只会喝酒的散淡人，面对老丈人，那是一句大话都没有，满嘴都是对玉娆的敬重，对甄家的照拂。他给甄远道敬茶，说的是：岳父大人放心，玉娆在我这儿，天塌下来我顶着。这句话值千金啊！在那个男尊女卑、皇权至上的年代，一个王爷能说出这种话，那就说明甄家的这次人才输出是极其成功的。他们不仅送出了一个女儿，还收获了一个坚实的政治盟友，一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避风港。甄远道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心里头那点子对皇权的抵触，慢慢化成了对未来的一丝期许。他明白，甄家这回是真的稳了，不再是那风中的柳絮，而是成了这京城里的一棵老槐，根深叶茂。咱们再从资产盘活的角度看，甄家从宁古塔带回来的，除了一身伤病，其实还有一种近乎决绝的生命力。甄远道夫妇入京后的第一场家庭会议，其实是一次家族战略转型会。他们看透了，甄嬛在宫里的荣宠是不可复制的，也是充满危机的，所以他们全力支持玉娆走另一条路。这条路虽然看起来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但胜在安稳，胜在能让甄家的香火在平静中延续。这种多点开花、主副结合的家族经营策略，让甄家在经历了政治风暴的洗礼后，反而变得更加强韧。这就好比一家老牌公司，在经历了破产重组后，不仅保留了核心业务甄嬛，还成功开发了利润稳定、风险极低的二级市场玉娆与云喜。那一天的喜宴，摆的是排场十足，可甄家人的心里却是极其克制的。甄远道在席间看着那些往日里避之不及，如今又凑上来巴结的同僚，他只是淡淡的举杯，不卑不亢。他知道这份尊荣是女儿们拿命搏回来的，他得守住了，不能再让狂妄坏了事。这种老谋深算，这种劫后余生的清醒，才是甄家能长盛不衰的真正秘诀。而慎贝勒在席间游刃有余的替老丈人挡酒，那姿态，那气派，无声的在告诉京城所有人，从今往后，谁要是敢动甄家一根汗毛，先得问问我慎郡王府答应不答应。甄远道夫妇入京看到的这一幕，是这世间最温暖的报偿。他们看着女儿在那繁琐的礼节中，像一只高傲的天鹅，带着慎贝勒走向新的人，走向新的生活。那一刻，老两口终于可以放心的老去了。这不仅是家庭的团圆，更是人格的复位。甄家在这一刻洗净了宁古塔的泥土，重新换上了这京城最考究的锦绣，但那锦绣之下，多了一颗不再轻易动摇的经历过寒冬的心。在那洞房花烛夜的红烛摇曳中，在甄府那重新打扫的纤尘不染的堂屋里，甄远道夫妇对坐无言，唯有那远处传来的喜乐声，像是给这几年的苦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宁古塔的飞雪，只有这京城四季如常的更替，以及那在这如常之中蓬勃生长的属于甄家的第二个春天。话说这紫禁城的戏台子唱了千百年的生旦净丑，有人在权力巅峰冻成了冰雕，
有人在红墙夹缝里画成了齑粉。可您各位挪挪眼，瞧瞧那慎郡王府里头，却是另一番人间烟火气。那是这整部《甄嬛传》血色底图上最暖人心的一抹亮色。咱们这结尾不聊那些个尔虞我诈的残局，专门来咂摸允禧和玉娆婚后的那份神仙日子。您得知道，在这大清朝的顶级职场里，能全身而退已是不易，能带着心爱的人，守着自个儿的骨气，把日子过成诗的，那简直是概率极低的职场奇迹。当甄嬛在永寿宫里对着那一池哭和发呆，当皇上在养心殿里守着冷冰冰的江山老去，咱们的玉娆和允禧正手牵着手，在那王府的后花园里，把那原本属于皇家的威严，活生生的过成了寻常夫妻的琴瑟和谐。这一段，咱们得往高处走，聊聊这独立人格与灵魂契合是如何在这权力的荒漠里浇灌出一朵长盛不衰的并蒂莲。咱们先瞧瞧这婚后生活的画风。那慎郡王府不似紫禁城那般处处透着规矩的冷硬，反倒是多了几分雅致与疏朗。允禧这位王爷，那是真把闲散二字玩出了境界。他不再去勤政殿听那些个勾心斗角的折子，也不再去宗人府搅和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宗室纠纷。他每天琢磨的是怎么给玉娆搜罗天底下的孤本画册，是怎么在那后园子的梅树下给自家夫人搭一个最舒服的秋千架。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财务自由后的价值回归。他不再为了 KPI 拼命，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资在了家庭幸福感这块蓝海里。而玉娆呢，她褪去了入宫时那层紧绷着的防御盔甲，在那王府里，她不用再当谁的影子，也不用再为了甄家的前途去算计每一个眼神。她在那画山，山就是山；她在那绣花，花就是花。这种本我的释放，让玉娆那张原本就绝色的脸，更多了一份被爱滋养出来的从容与华贵。这小两口的日常，那叫一个三观一致，灵魂对等。您看那冬日落雪，允禧在屋里红袖添香，提笔写下一首清新脱俗的小词，玉娆便在一旁折一枝红梅，往那白瓷瓶里一插，两人相视一笑，那眼神里的默契，能把屋外的寒蝉都给暖化了。这不是简单的搭伙过日子，这是两个独立灵魂的深度共鸣。允禧懂玉娆那句独一无二背后的孤傲，所以他从不往府里领什么侧妃侍妾，他把这慎郡王府变成了一个一夫一妻的示范区。而玉娆也懂允禧那份闲云野鹤背后的通透，她从不逼着丈夫去争权夺利，从不吹那种望夫成龙的枕边风。这种互不消耗、互相成就的关系，才是他们能成为全剧最幸福结局的底层逻辑。在那个把女人当玩物的年代，允禧给了玉娆最稀缺的资源——尊重，而玉娆给了允禧最珍贵的报偿，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家。咱们再往深了升华一下这幸福的含金量。您各位想啊，这紫禁城里的幸福，大多是带血的，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可玉娆和允禧的幸福，是建立在舍弃之上的。他们舍弃了离权力中心更近的机会，舍弃了那虚无缥缈的皇恩宠信。这种舍弃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定力。在职场中，最难的不是往上爬，而是往下跳。当所有人都在为了那个 VP、那个总经理的位置争得头破血流时，玉娆和允禧拍拍屁股，去创业做自个儿的小项目了。他们的项目叫生活，他们的 KPI 是开心。这种对主流价值观的优雅叛逆，才是最让咱们这些看戏人心向往之的地方。玉娆用她的行动告诉了全天下的姑娘，捷径往往是绝路，只有守住自个儿的底线，才能换来真正的自由。而允禧也给全天下的爷们打了个样，真正的强大不是掌控多少人，而是能护得住自个儿心爱的女人，
能在那乱世里守住一份清醒。而且您瞧，这小两口的幸福还成了一种正向磁场，辐射到了整个甄家。甄远道夫妇的老年生活，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安稳的避风港，才得以在那岁月的静好中安享天年。每逢佳节，慎郡王府里总是张灯结彩，不是为了巴结谁，而是为了家人团聚。那种热气腾腾的家宴，那种没有尊卑贵贱，只有亲情流转的氛围，是那冷冰冰的皇宫宴席永远比不了的。甄嬛偶尔微服出宫，来到这府里坐坐，看着妹妹那发自肺腑的笑脸，看着允喜对玉娆那藏不住的宠溺，这位站在权力巅峰的娘娘眼里流露出来的不仅是欣慰，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却也深刻的羡慕。她在那一刻明白，她争来了一辈子的权势地位，终究抵不过妹妹这一餐一饭里的烟火柔情。这其实就是全剧最好的收尾。他没有停留在杀伐果断的复仇快感里，而是把镜头拉远，给了平凡生活一个最高规格的礼赞。玉娆和允喜就像是那风暴过后海面上最平静的一波涟漪，他们证明了，在这世上真的有一种生活，可以不依附于权贵，可以不苟同于流俗。他们活成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模样，有钱，有闲，有爱，有尊严。这种幸福不是皇上给的，也不是老天爷赏的，是他们自个儿在那布满荆棘的宫廷博弈里，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和一份真性情，生生给刨出来的。这告诉咱们，命运这东西虽然有定数，但你要是敢跟他硬碰硬，你要是敢在那标准答案之外写下自个儿的名字，老天爷有时候也会给你让路。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看了一辈子的世态炎凉，最后求的是什么？不就是像玉娆这样，能活得明白，能嫁得如意，能在那晚年的时候回想起这一辈子，觉得没亏待过自个儿的人格吗？玉娆和允喜的结合，是对那座冰冷紫禁城最响亮的一记耳光，也是对人性温暖最深情的一次致敬。他们在那王府的围墙里盖起了一座名为自由的小城，那里没有替身，没有算计，只有真玉娆就是真玉娆，允喜就是允喜。这份纯粹穿越了100年的迷雾，直到今天还在咱们这些听书人的心里头荡漾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舒坦劲儿。所以说，这《甄嬛传》讲到底不是讲怎么斗，而是讲怎么活。甄嬛教会了咱们怎么在逆境中求存，而玉娆和允喜则教会了咱们怎么在顺境中守心。当那剧中的乐声响起，当那红墙金瓦逐渐淡去，咱们脑海里最挥之不去的，不是那把龙椅，而是那对小儿女在夕阳下并肩而行的背影。那背影轻盈的像是要飞起来，带着一种彻底解脱后的欢愉。